2025年，中国最令人震惊的现象，不是股市崩盘，不是房地产暴雷，而是北京、上海正在被人悄悄抛弃。那些曾无比热爱这两座城市，曾赌上一生青春，拼命挤进北上广的人，如今默默收拾行李，踏上逃离之路。没有告别，没有仪式，只有一声叹息，这城市不值得了。6月12日，贝恩公司与凯度联合发布的2025年中国购物者报告数据直戳人心。2024年，上海常住人口减少了 7.2 万人，北京减少了 2.6 万人，而广州、深圳的数据尚未公开，但趋势同样不容乐观。这是中国统计系统承认的常住人口数据，意味着这些人已经不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，彻底离开，不是短暂出差，不是返乡探亲，而是放弃了这座城市的未来。谁在逃？为什么逃？逃到哪里？我们总说离开是一种选择，但在今天的中国，一线城市的人口外流是一种被逼出来的生存本能。一位经济分析师点出了核心，最先逃离的是底层工人、制造业、建筑业、服务业三大类。最典型的例子是郑州富士康，曾有超过20万工人在这里为苹果生产 iPhone， 如今苹果正加速将产能转移至印度、越南、泰国。2024年，苹果在印度班加罗尔新厂正式投产，首年就将生产约2500万部 iPhone， 占全球销量的 17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富士康至少裁员5万人，相关供应链企业跟着关门。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三星早已全面退出中国制造，惠普、戴尔、索尼等品牌不断缩减中国代工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9个月低于荣枯线 50%， 大面积停工潮爆发。制造业崩塌带走的不只是工人，还有无数与之共生的建筑工人、餐饮老板、小旅馆、保洁阿姨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离开。可怕的是，不仅底层工人逃，中产商人也逃。一位长期在上海打拼、接触众多商人的人士透露，如今大量在上海经商的福建人已经集体返乡。过去他们靠卖服装、开餐馆、做批发生意，在上海过得风生水起。但现在他们的店铺连续半年没有盈利，房租、人力成本高得离谱，还有税务、工商、城管轮番上门检查。他说，留下来就是慢性死亡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当嗅觉最灵敏的中产也开始逃离，那说明整个城市的经济温度已经跌破冰点。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第一季度，个体工商户注销数量同比暴增 47%， 创历史新高。其中，服装、餐饮、美容、零售是重灾区。城市里最能撑起烟火气的这些小商铺，如今正在一间间黑灯、紧闭、写着转让或出租的玻璃门后永远沉寂。如果你以为是经济周期导致这一切，那就太天真了。早在2016年，上海就打着产业升级的旗号，大规模清理城乡结合部与低端市场，甚至比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还要早1年。一位受害者曾控诉，我们花了50-60万买下店铺，装修开张，营业不到3个月就被勒令关闭，不给补偿。我们是守法经营，几十年如一日开门做生意，就因为所谓不符合城市规划，我们被扫地出门。这种轻低端的野蛮操作摧毁的不只是几十万小商户的生计，更是摧毁了一个城市最坚实的社会中层。在只要是平民就是低端的粗暴政策之下，城市变得越来越像空壳，少了摊贩，少了夜市，少了便利的生活，城市不再宜居，只剩冷冰冰的水泥和权力。如果说经济是慢性死亡，
那疫情封城是一次集体精神崩塌。2022年春天，上海封城76天，成为中国抗疫史上最硬核的样本。小区封控，物资匮乏，老人吃不上饭，孕妇进不了医院，婴儿因无法就医死亡。成千上万的上海人被关在家里，被自己最信任的城市反噬。这一切被很多上海人称为一场噩梦。而噩梦过后，醒来的人选择了再也不相信。原来上海也不过如此，再有钱也没用，该封就封，该抛弃就抛弃。我们过去那么努力，那么服从，到头来还是随时可以被当韭菜。人口外流不只是一个数据问题，而是一个体制溃败的信号。真正让人逃离大城市的，不是房租太高，也不是赚钱太难，而是看不到未来。这是2025年中国最沉重的一句话。中国老百姓不敢上街游行，不敢公开批评政府，但他们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愤怒，离开。这是一场用脚投票的沉默抗议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在稳住舆论。北京2024年人口减少 2.6 万，上海减少 7.2 万，广州、深圳未公布数据。但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的信令大数据早就揭示出惊人的趋势。2024年，北京、上海空号率激增，半年内北京注销手机号超过49万户。地铁客流数据下滑严重。2024年第4季度，上海地铁日均客流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 23%。快递、外卖订单量在部分非核心城区同比暴跌 35% 以上。这些不需要官方背书的数字，才是最真实的城市体温计。而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大城市在失血，下面的城市并没有补血。他们不是去了更好的地方，而是被迫回到家乡，回到父母的屋檐下，回到没有就业岗位、没有医保、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地带。为什么大城市变得不值得留下？为什么曾被誉为中国希望的北上广会突然间褪色？归根结底，中国大城市的衰败并不是经济周期的问题，而是来自体制深处的自残式治理。一张政策文件就能摧毁一个人10年的奋斗。一声令下，轻低端、轻市场、轻商铺成为常态，产业升级只成了口号，新的饭碗却没人管。街头的餐馆、小卖部、夜市摊主，哪怕是守法经营几十年的老商户，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接到限期关停通知。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也没有申诉渠道，最后只能含泪关门。税务、工商、环保、消防等多个部门轮番上阵，执法检查民意下掩盖的是对民营经济最后一层皮的盘剥。甚至连社区居委会的大妈都被体系化管理，成为控制街道与居民的治理工具。在这样的高压下，任何想靠双手致富的平民百姓都被逼成了体制的弃儿。而更深的毒是政绩冲动。地方官员只看数据漂不漂亮，汇报材料精不精美，至于这些数字背后有多少人倾家荡产、破产跑路，他们不在乎。拆迁、封城、查税，全是为了上面满意。百姓不是服务对象，而是 KPI 的道具、财政的提款机。更致命的是权力的垄断与掠夺。一边打着规范平台经济的旗号，强行整顿阿里、腾讯、滴滴，把民营资本全踩在脚下；另一边连共享单车、外卖骑手、短视频主播都盯上了。一顿严格监管之后，本就不多的创业窗口彻底被堵死，普通人连折腾的资格都失去了。在这样的体制下，努力不再值得，拼搏没有意义。大城市不再是梦想的起点，而是一次次精心布设的收割陷阱。最终，人们开始觉醒，不是我们配不上这座城市，是这座城市背后的系统早就配不上任何人的梦想。
中国一个政治高度集权、经济高度垄断的社会，任何试图靠努力翻身的人，最终都会被打回原形。为什么官方数据看起来只是小规模流出？那是因为数据正在被美化。根据中国现行统计制度，常住人口定义为在一个城市居住半年以上才计入人口总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很多人只是暂时离开，不注销户口，不变更档案，就不计入流出。很多人返乡后，户口仍在城市，也不计入。一些非户籍人口、临时务工者从未进入统计系统，更谈不上减少。据清华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估算，2024年北京、上海实际流出人口或已超过120万人，只是被技术性忽略了。而更多的人口外流是隐形化，搬到河北廊坊不算北京，搬回福建泉州不算上海，在城中村凑合着活，没有用水用电登记就不算在这儿。这是一种制度性失明。逃出北上广的人有没有迎来新生活？答案很残酷，没有，只是苟延残喘。2025年，返乡潮正在迅速蔓延。义乌当地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返乡创业登记数量同比增加61%，但其中真正实现盈利的不足20%。河南周口返乡人口暴增，带动房租上涨40%，但2025年5月就业岗位比2023年同期下降31%。四川自贡农民工回流后，大量从事地摊经济、临时工、快递员，无社保、无稳定收入，平均月入不到3000元。回去了，只是为了不被大城市吃干抹净。一位深圳返乡的中年人这样说：他们没有梦想，也不再谈理想，只想活下去。你以为每个人都能逃走吗？错了，逃离本身也是一种特权。很多人根本走不了，没钱，房租未退，孩子学费没结清，信用卡还在催，没处去，家乡没房，没地没亲人，回去等于露宿街头。没机会，已经年过40，回农村干不了重体力，进工厂不要你，送外卖也被抢光了。这是一场阶层筛选，有存款的走了，有家底的走了，有关系的走了，留下的是最无助、最无力、最没选择的一群人，而他们还要被继续掠夺。